小到看书吃饭，大到工作结婚，他们是要将我的一切都掌控在自己手里。这次他们经我表姐介绍了一个富二代，软硬兼施，要我回家相亲，但对方恰好是我最讨厌的类型。我见了一面，向表姐说明了自己的意思，拒绝了相亲对象。可我乃眼瘸相中了人家，背着我将我的住址告诉了男方。结果男方还真的厚脸皮地找上门来了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根本没有什么富二代，他就是个联合我表姐过来骗婚的无赖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轩轩啊，你们什么时候放假呀？我视线移到桌子上的台历，如果我现在还在之前的公司上班的话，春节加上年假，3天后我就可以回家。不知道，还没通知呢，应该是除夕那天放吧。不等对面接话，我噼里啪啦继续道：今年法定节假日里没有除夕，我回去就得是大年初一了。对面沉默了一会儿，又仿佛灵光乍现，声音再次亮了起来：轩轩啊，你不是有那个什么年假吗？提前几天回来呗，哪有除夕在外面过的道理？你忘了，我换了新工作，这才上班1个月，没有年假。然后我听到一声悠长的叹息，落寞且哀凉。我乃惆怅道：爱你就不应该辞职。我握着手机没有吭声，目光虚虚搭在桌子上，什么也没想，又好像想了很多东西之后，发现自己无力改变，转而逃避不去想。那你能请个假不？我靠在椅子上，另一只空着的手窸窸窣窣地扣着椅子把手。不知道，年底了，事情堆得比较多，公司缺人手，而且我这刚入职还没转正，请假不太好。奶奶又叹了一口气，还有些不死心道：你去试试，能请上假就早点回家。你大表姐夫的朋友想看看你。你不说了，奶奶，领导找我有事。我直起身板，从椅子上站起，仓促地挂了电话。对面哎了一声后，所有的后话被我迅速切断。我把手机丢到桌子上，重新坐下来。很快，手机屏幕亮起，微信弹窗里，我奶奶给我一连发了好几串语音。我看着屏幕闪烁几下后归于沉寂，心里的躁郁总算消下了几分。11点半了，该去厨房做饭了。冰箱里塞了满满当当的我喜欢吃的菜，不像家里永远都是土豆炖粉条，逢年过节了雷打不动的饺子和各种炖肉。我不想吃，或者吃的少了，就是我骄奢虚荣，浪费食物，脑子有病，不懂得体恤老人等等。做了个椒盐排骨，炒了个四季豆。我打开视频软件，打算找个下饭的剧，边吃边看。突然，特定的视频铃声响起，我嘴里包着一口饭，拎着手机冲到了楼道里。奶奶她捣鼓不来手机，发微信语音还让我教了好久。正常情况下，她是不会给我打视频电话的。铃声一刻不停，执着地响着，大有种我不接她不挂的意味。我用手指顺了顺头发，确保视频里看不出异样了，才按下了接通键。视频的另一方是个涂着血色口红、褐色卷发的精致女人，眼珠颤颤地转着，将我全方位打量了一番，呵呵地笑了起来。大表姐装出一副亲昵样子，像是很关心我，心疼说道：哎呀，怎么又瘦了？工作累不累呀？你这是在哪儿呢？吃饭了没？实际上，我们之前说话的次数不超过1只手，也就是个有点血缘关系的陌生人。但人际交往就是这么麻烦，即使不熟，也得装出一副合群样子。于是我也笑了，礼貌地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，又对他嘘寒问暖地寒暄了几句。
期间我奶也时不时地插几句话进来。套完交情后，进入正题。大表姐说我表姐夫单位上有个同事，家里条件不错，人也敦厚老实，以前忙着事业，耽误了家庭，现在工作稳定了，就想找个知心人。正好我也年纪到了，大家知根知底，要是能成就是皆大欢喜。轩轩啊，李瑞这个人我知道，挺好一小伙，他是能干，你嫁过去绝对不吃亏。就人家这条件，放在相亲市场，妥妥一个香饽饽，好多女的得争着要嫁嘞。大表姐说的天花乱坠，我心想她如果真这么优秀，怎么可能单身到现在？表姐，还是算了吧，我这条件也配不上人家呀。我才24，大好的年华，不想结婚，给人家做牛做马。除夕前一天，我硬是被我奶的夺命连环 call 征召回去。你要是实在回不来，那我把你地址告诉李瑞，让他去找你也行。我奶奶兴致勃勃地跟我讲这个李瑞的好话，人前几天还来咱们家看过，带了一大车的东西呢。我做饭的时候，小伙还跟在我身后打下手，有钱又疼人，这样的好男人你上哪找去？轩轩你也不小了，过了年马上就30了，早点结婚生孩子，我还能给你带几年。我觉得那娃不错，挺靠谱的，你大表姐介绍的，咱也安心。你俩赶紧定下，我和你爷爷也就能安心了，不然我们死都不能瞑目。我听着很不舒服，想对回去，张了张嘴，最后又把话咽了下去。有什么用呢？我说话他们根本不听，除了多吵一架，没有任何改变。他们就是这样，仗着年长我们几岁，觉得是有经验的过来人，就可以替我们做出所有正确的选择。即使时代早就变了，他们的经验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生活，也依旧对自己有着莫名的自信，甚至是自负。他们决定好的事，十头牛也拉不回来。我不想让一个陌生男人知道我家的位置，只能妥协回去见他。回家前下了一场大雪，高速路封了，我也着凉感冒了。我想着这下应该可以推迟几天再回家，结果我奶奶很强硬地说：“那你就坐火车呀，火车总不会停运吧？假都请了，工资也扣了，不回来不是浪费钱吗？坐火车还得转车。”我觉得麻烦又慢，就去找李瑞协商，希望他那边能跟我奶奶去说一下，推迟一下见面的时间。李瑞，这个我也有我自己的事，之前都说好了，就在29见面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李瑞，要不你就辛苦一下，坐火车回来吧。出了火车站，这边雪层铺得更厚，我在站口问了2个小时，都没有找到一辆愿意回我们村的车。盘山公路并不平坦，雪下面还有冻结实的冰，车子很容易打滑。我奶刚好给我打过电话，语气十分不耐烦：“怎么还没回来？你现在在哪？一大家子人都在等你呢，你好意思吗？怎么这么不懂事？”我把语气压得很淡：“我在火车站，路上雪厚，没有司机愿意上咱们村，对面又没声了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我奶的手机辗转递给了另一个陌生男人，他讲话带着点跟我们不一样的口音，豪横道：“那是你没用对方法，妹呀，你听我的，你给他500块，保证一堆司机争着拉你。感情不是他花钱，怎么都不心疼是吧？”我奶在那边惊呼：“凭什么给他500块？30我都嫌贵。”男人走开了一下，不知道跟我奶嘟囔了些什么，把我奶奶给哄好了，然后又继续拿起电话：“小轩，你是不是怕花钱？”我心想，这不是废话吗？1公里100块，花着天价路费回村受罪，我又不傻。没事儿，小轩，你别担心，
对面男人信誓旦旦：“你就去问吧，车费回来我给你报销。”大表姐立即插了一嘴，乐呵呵道：“轩轩呐，你看小李多大方呢，懂得心疼人，还舍得给老婆花钱。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贵的出租车。”然后我奶奶又抢过了手机：“快点回来，知道不？我一大桌子菜都快凉了，你赶紧的。”电话砰的一声被挂断，我无奈地拉着行李箱走向路边，眼巴巴地瞅着两旁的车流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以200块钱的价格成功坐上了出租车。司机师傅不敢开太快，平常10几分钟的车程，硬是走了40多分钟。我乃隔10分钟一通电话，全被我静音了。我拖着行李箱推开大门，没一个人出来迎接我，屋子里闹哄哄一片。我把箱子提上门台，揭开厚重的门帘，烟味酒味、笑声话声像冷空气一样朝我扑过来。我没忍住，打了个喷嚏。大表姐这才懒洋洋地看过来，斜着眼轻飘飘地扫过我的行李箱，对我招手，瞬间就换上了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。轩轩，快过来！奶奶拿着抹布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看见我后，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。我给你打了那么多通电话，为什么不接？她一边弯腰将饭桌上的碎骨残渣扫进垃圾桶，一边撤去吃剩的饭菜。你怎么回事？早就到了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是不是不想回来？我说雪天路滑，司机不敢把车开得太快。我奶又着急问打车花了多少钱，听我说了200后，弯了我一眼。现在的年轻人花钱就是大手大脚的，好像那钱是大风刮来的一样。大表姐笑着替我又跟奶奶解释了一番，拉着我往桌边走。轩轩，你看，这就是李瑞。对面的男人朝我抿嘴一笑，顶着寸头，戴了一副黑框眼镜，整个人看上去圆润得很实诚，但一开口就显得没那么善良了。他拍拍自己身边的空座：“你坐过来点儿，咱们好好唠唠嗑。”我大表姐在我腰上推了一把，但是没推动，错愕地看着我，然后夸张地对我挤眉弄眼。我推开她的手：“我饿了，有什么事等我吃完饭再说。”大表姐干笑着把我往厨房推：“哎呀，都怪我疏忽了，你赶紧吃饭去，饭坏了吧？”我走进厨房，奶奶正在洗碗。还有什么吃的没？奶奶把一旁的小电锅递给我，指着柜子：“那里边有方便面，你泡面吃吧。”我接过锅，添了一瓢水，拉过小板凳，就在厨房里坐下了。我奶甩了甩手上的水，凑过来悄悄问：“你怎么不出去？你赶紧出去，小李来一趟不容易，你要抓紧机会。”“什么机会？”我奶钢铁不成钢，用看木头一样的眼神看我。人家可是个富二代，城里有10几套房子，爸妈以前都在政府里上班，光退休金老两口一个月就有1、2万嘞。他家就他一个独苗苗，小李目前也一个月挣个2万块钱。你要是跟他成了，那以后就可以躺在家里享福了。说罢，他就揪着我的肩膀，把我往外面拽：“你赶紧出去和人家联络感情。”我就不出去，我一天没吃饭了，吃完再聊。我奶气得牙痒痒，打了我几下：“你怎么这么不争气？吃吃吃，一天到晚就惦记个吃，你是猪吗？”他洗完碗，切了个果盘端出去了。我坐在小板凳上，端着小锅吃着方便面，屏蔽了外面的热闹。但饭总有吃完的时候。大表姐把我拉到客厅，家里又多出了几个串门的邻居，刚好坐了一圈，只剩下李瑞右边的椅子还空着。众人的目光齐齐落在我身上，奶奶使眼色让我坐过去，大表姐也在身后推着我：“哟，轩轩回来了。”
邻居大婶儿笑吟吟地看着我，又顺嘴问：“今年在外面挣了不少钱了哇？我听你奶奶说你花了200租车回家，咱们可舍不得坐这么贵的车。”没，这也是没办法，镇上又没亲戚，我总不能走回来。大婶点了点头，又看了一眼李瑞：“轩轩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记得你跟我家那个年龄差不多吧？”他摇摇头：“我家那个心就比较野，成天就知道玩，连个对象也没有。不过你们现在年纪也不大，晚几年结婚也挺好。”我奶着急道：“轩轩都快30了，再不抓紧点，以后就不好找对象了。”大婶儿惊讶地看着我：“我还以为你才25、26呢。”我奶又说：“25、26还小啊，过了30生孩子就有风险了，可不得早点相看着。再说了，他爸妈都不在，我和他爷爷还能帮衬他多久呢？”于是话题又转到了李瑞身上，几个大婶七嘴八舌地问了几句李瑞的情况，听完后也是对李瑞赞不绝口，连带着看我的眼神也变了。我和李瑞才刚见面，就已经变成了飞上枝头的灰麻雀。吃过晚饭，李瑞要在我们家待一晚，第2天再赶回去。他老家离我们村不算太远，开车2个小时就到了。奶奶家只有2个房间能睡人，平时是我一间，爷爷奶奶一屋，但今天多了大表姐和表姐夫，外加一个李瑞，住起来可能就不太方便。这样吧，我和张涛去他大姐家挤一挤，让李瑞在轩轩房里打个地铺，将就一晚。大表姐语气自然，仿佛这是一件很小很无所谓的事情。爷爷纠结地看了我一眼，还没开口就被我奶奶挡回去了。哪能让小黎打地铺啊？我奶奶虽然对我有些恨嫁，但还好脑子没糊涂到底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轩轩那屋的床大着呢，睡3个人也不是问题。我给小李找个被子，就睡床上吧。大表姐转头看了眼李瑞，李瑞又看了眼我，这不太好吧？有啥不好的？又不是让你们睡一个被窝，这不跟火车卧铺差不多吗？要是嫌不费劲，在中间拿枕头隔一下不就好了？而且将来你俩还要结婚嘞，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大表姐和李瑞就笑了，我不同意，5双眼睛齐齐望过来。我站在阴影里，我们俩才第1次见面，我跟他不熟，睡一屋不合适，让李瑞在我屋里睡，我去你们房间打地铺。李瑞嘘嘘笑了一下，轩轩说得对，我们俩睡一屋确实不太合适，我还是去车上将就一晚吧，反正有空调，也冻不死个人。那怎么行？我奶瞪了我一眼，你是客人，怎么能睡外面？一群人又虚与委蛇一番，最后我表姐夫带着李瑞去他大姐家了。我和我大表姐睡一屋，躺在床上，大表姐抓着我的手，像亲姐妹那样跟我说着她的心里话。她跟我讲了一堆她家里的鸡毛蒜皮，劝我结婚一定要慎重，婚姻和恋爱不一样，除了彼此喜欢，还要考虑双方的家庭情况。她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她和我表姐夫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，结婚前就知道表姐夫家里条件不好，表姐夫不仅要赡养2个老人，还时不时的要被2个混子弟弟过来打秋风。但他当时还是头脑一热，义无反顾地跟我表姐夫扯了证。后来2人的感情被柴米油盐一天天地消磨掉，生活的重担压在他们身上，争吵就不断的出现。到现在我们都不敢要孩子，养4个老人已经花掉了我们大部分工资，再添一个小的，那一家子都要去喝西北风了。我安静地听着，不做评价，也不知道怎么宽慰他。抓我的手力气加重，大表姐语重心长道：“所以有机会
还是找个有钱老公好。我知道你们年轻人都向往爱情，但是爱情这东西怎么说呢？天长地久，矢志不渝，那都是假的。谁能保证对方会喜欢你一辈子？爱情都是虚的，只有手里的钱才是真的。李锐条件摆在那，将来就算你们离婚了，那一半家产也够你潇洒后半辈子了。你听姐的，好好跟他处处，相亲也没你们想的那么糟糕。我们这也是给你们一个了解的机会，不是说相了就一定要跟他结婚，就算不成，交个朋友也没坏处，不是？我抽出手，钻进被子里，吐出一口气，慢闷道：我觉得我们观念可能不太合适，强行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。他虽然有钱，但我也得有命去花，天天吵架都气死了，要那么多钱有啥用？大表姐皱了皱眉，把我的被子往下一揪，刨根问底，怎么就观念不合，天天吵架了呢？李锐那小伙没脾气，跟小绵羊似的，怎么会吵架呢？他不和我吵，我也要和他吵的。我觉得他不适合我，他太自来熟了，我不喜欢这样的。我觉得陌生人之间还是要保持点分寸感，尤其是陌生男女。你是觉得让他跟你睡一屋那是不好，对吗？我直直盯着大表姐，她抬手打了一下自己的嘴巴，愧疚道：是我好心办坏事，出的馊主意。我当时就想着，你们晚上说不定能聊会天，多了解了解对方，都怪我不好。但李锐这小伙子也没同意呀，他还是挺有分寸的。有个鬼分寸，有分寸就不会让我饭也不吃，就坐他旁边陪他聊天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总之我看他没眼缘，你也别费心撮合我们了，我要睡了，晚安，表姐。早上，表姐夫带着李锐来我家吃早饭，表姐把李锐叫出了院子，两个人在墙下面嘀嘀咕咕地说了会儿话。再进来时，李锐特地坐在了离我最远的位置上，对我露出一个抱歉的笑容。我没理他，拿勺子搅拌碗里的小米粥，吹凉了喂进嘴里。他们吃完饭又陪我爷爷奶奶聊了会儿天，差不多10点半的时候离开。李锐自己开了一辆车，我表姐他们也开了一辆，2辆车稳稳地消失在雪地里。奶奶不高兴地瞅了我一眼，拉着我爷爷回家了。过完年，我就又早早回了城里。之前辞去了工作后，我就一直在网上接单。我本科学的是会计，但我本人对这个专业并不感兴趣。当初报考志愿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张罗了一大桌子菜，叫了一堆亲戚过来帮我参详，大家叽叽喳喳地争辩了一通，最后拍定了报考会计。我那时候也没什么兴趣爱好，过去的10几年全被学习2字塞满，很少有玩乐的时间，而且我对各个专业也不太了解。既然他们说学会计好，那就学会计吧。上了大学后，为了加学分，我报了个社团，渐渐喜欢上摄影。大3的时候，我攒钱买了个单反，一放假就跑出去拍。我枯燥乏味的生活终于多了笔鲜艳活泼的色彩。不过这个相机并没有陪伴我太久。那也是一次春节，我突然想到家里似乎一张全家福也没照过，爸爸妈妈的离世成了遗憾。我不希望以后怀念爷爷奶奶的时候也凑不出一张合照。我带着相机回了家，爷爷奶奶并非只有我爸一个孩子，他们还有2个女儿，2位姑姑一家人过来拜年。小孩子在家娇惯坏了，来姥姥姥爷家里依旧把自己当家中霸王。他们随意进出家里的每一个房间，将每一张床都踢打成乱糟糟的一团，然后挨个翻箱倒柜，也不知道是想找什么。他们还小，你让一下怎么了？你小时候不也这样闹腾吗？
小孩子都是这样，你一个做姐姐的，能不能大度点？我并不记得小时候自己是否真的也是个熊孩子，但奶奶这样说了，姑姑也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我就不太好意思再说什么。我的东西并不多，而且大多是些小孩子不感兴趣的东西，他们每次都是把我房间弄乱就走了，也没给我造成多大损失。反之，如果我一直计较，这个年估计就没人痛快了。但是这次不同，尽管我已经提前把相机放在了最高的柜子上，还装在了一个不起眼的盒子里，可他们哭闹着要回家的时候，我奶奶就把我的相机当作玩具拿出来给他们玩了。我一颗心都揪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盯着两个小孩，生怕他们把我相机给摔了。可能是我看得太紧，我姑姑就不高兴了，觉得我小气，不想让弟弟妹妹碰我的东西。她阴阳怪气地说了几句，我奶就炸了，指着我破口大骂。我解释说相机很贵，我攒了很久的钱才买的，而且它比较重，小孩子力气不太够，摔了的话再换配件也得花不少钱，我没那么多钱了，不就是个照相机，能有多贵？我姑姑靠在沙发上看他儿子在屋子里举着相机卡卡拍照，很不以为意。不就是照个相，手机不也挺清楚吗？还是你们年轻人瞎讲究？你爷爷奶奶在家里天天啃咸菜，你在外面净乱花钱。另一位姑姑也道：你弟弟妹妹有劲着呢，怎么可能把你那破相机给摔了？你看他们玩了这么久，不也好好的吗？大不了摔坏了，我们赔你一个新的。奶奶也在一旁帮腔。我烦躁得很，不想再看他们，也不想听他们乱说，索性自己回了房间。房间还没收拾好，客厅里就传来一阵哭嚎声，我又眼皮一跳，直觉没什么好事，赶忙跑出了门。姑姑蹲在地上，搂着嚎啕大哭的小胖子，轻声细语地哄着。另一个妹妹则是缩在她妈妈怀里，静静地盯着小胖子。我奶奶也心疼地围着她大外孙，一个劲儿地问他摔疼了没。视线往下，我的相机就落在小胖子脚边，镜头布满了蜘蛛网，甚至电池也甩了出去。再换一个镜头的钱，差不多也快赶上买新的了。我心里百感交集，有种厄运终于降临的诡异的踏实感，又有些对熊孩子以及纵容熊孩子家长的不满和怨恨，以及难过和不舍。你干啥呢？奶奶揪着我的衣服，把我往外一拽。你弟都哭成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情收拾你那破相机？我爹坐在地上，眼里泪花闪烁，想起自己在饭店里刷盘子的时候，又想起我周末带着相机去外面采风的日子。自从我爸妈不在以后，我没有跟爷爷奶奶要过一件东西。我知道他们年纪大了，挣点钱也不容易，所以我从来不吃零食，也不跟同学逛街买衣服。我千方百计地省钱，想为家里减轻负担，无欲无求地长大成人。在没有喜欢上摄影前，我打工的零钱都给了家里补贴家用。相机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为自己生存之外的东西买单。当初买它，我挣扎纠结了很久，用了很大的决心，但现在它就这么坏了。我张开手朝我姑姑伸过去，这个相机我买它的时候花了8899，差不多用了4个月。现在镜头碎成这样，相机外壳也裂了好几道口子，估计也不能再用了。姑，你还我8000就行了。我姑姑愣住了，看着我一下忘了怎么说话。另一道声音从我身后响起，是我的二姑。多少？我转过头，又重新把钱数报了一遍。我刚才提醒过你们了，是你们说摔坏了给我赔的。
然后我2个姑姑就都叫嚷起来了。中心思想就是我在讹他们，他们不愿意赔我那么多。我找出当时的购买记录对在他们跟前，这还是有活动我用了券买的，不然你们得赔我1万。你这都是旧的，怎么能跟新的比？卖二手也卖不了8000呢。我姑还是不想赔钱，那就赔我7000，这是最低价了。我现在再重买新的，根本买不到我原来那个的配置。相机我平时也爱护，基本和新的一样，就算卖二手，这也算很便宜了。你们一人给我转3500，二姑嚷嚷，凭什么让我赔？又不是我家圆圆弄坏的。小轩，你可得讲道理，谁弄坏的谁赔。大姑，怎么能都让我赔？要不是你家姑娘缠着我儿子给他照相，还非要站到桌子上，相机能摔坏吗？2人你来我往的吵了一起，最后被我奶给喊停了。妈，2个姑姑都把目光投在了我奶身上，示意我奶劝劝我。奶奶看着我，虽然有些心虚，但还是板着脸厉声道：都是一家人，赔什么赔？我默不作声，冷冷地望着他，第一次觉得他原来是这么偏心的一个人。瞪什么瞪？他在我胳膊上用力拧了一把。你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个没用玩意儿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现在又把你弟的腿给砸青了，净给我添麻烦，赶紧滚回屋里去，别惹我心烦。这天，以前的一个老顾客找我想拍组外景的汉服照，我跟他商量后决定去公园景区里拍，没想到半路遇到了李锐。那面之后，我俩在微信上基本没有再说过话。我自认为这就是吹了的意思，但他看见我后却一点儿也没收敛。我正指导姑娘怎么摆姿势呢，一双手就捏上了我的腰，我差点就喊非礼了。理智又让我觉得这可能是个熟人，转身看见是个他，我心情一下子就掉到了谷底。我没理他，走到另一边继续工作，拍了几张后给客妹看了眼，她自己也比较满意，我们就打算去下一个地点了。轩儿，怎么不等我？李锐跑上来，客妹好奇地看了眼李锐，又用眼神示意我这人是谁。我冲顾客摇了摇头，又让李锐别跟着我俩不熟，我不想跟你交朋友，陌生人才是我们该有的距离。李锐嘿嘿一笑，脸上的肉颤动几分，抬手想揽上我的肩膀。你在跟我闹什么脾气？我弯腰躲开跑远，觉得对付这种厚脸皮的人不能太委婉，大声道：我看不上你，你以后别来缠我了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旁边正好有一条河，岸边停着几个竹筏，我拉着顾客上了其中一条，交了钱后，小周载着我们往湖心游去。看顾客好奇，我解释了一句，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有点普信。姑娘十分理解的点头。我也遇到过好几个奇葩的相亲对象，聊了几句后，我又给她拍了几张泛舟的照片。在外面跑了一天，回家也不想做太麻烦的菜，就直接煮了个泡面，坐到电脑前边吃边修图。手机叮咚一响，是李锐。今天那是你朋友？靠，长得挺好看，推个微信给我。傻逼，我直接拉黑删除。咚咚咚，急促的敲门声将我吵醒。我掀开被子，眯着双眼走到门口，从猫眼里向外看去，一只泛黄的眼睛正贴着门往里看，有些浑浊的眼珠子咕噜咕噜转着，像是要隔着镜片将我房间打量个干净。我被吓了一大跳，捂着胸口向后一跳，脑袋一下子就清醒了，不会是被变态盯上了吧？于是赶紧掏出手机，手指哆嗦着准备报警。刘如萱，是我，开门。一个有些耳熟的男人声音递进来，我拨号的动作停了下来。
我租的这个房子有防盗链，压开一条细缝，朝外望去。李瑞穿着一件皮夹克，刚好抽完一支烟，随手将烟头丢在地上，抬脚碾搓了几下，然后对我挑了挑眉。看到他油腻的表情，我有些倒胃口，啪的一声把门重新关上。李瑞气得在门外大吼大叫，哐哐砸门，闹了10几分钟后，挨了一通隔壁邻居的骂，才不甘心地走了。我站在阳台上，看他踢踏着走出了小区，给我奶拨通了电话。你把我地址告诉李瑞了。我语气不是很好，没了平时的温顺。我奶一听也气了，你这是什么语气？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念书念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跟我逼问来了。我不想跟他攀扯，又问了一遍是谁把我的地址告诉了李瑞。我说的，怎么了？你还想打我不成？我奶越说越气，我还不是为了你的婚事操心，你怎么就不识好赖，恩将仇报呢？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白眼狼，我当初还不如把你丢了呢。我难活了这么多，连一句好都得不了，还瞎操个什么心？说着说着，竟是带出了委屈的哭腔。我吃软不吃硬，无奈又软下了语气，以后别随便把我的信息说给别人了。我不喜欢那个李瑞，你们也别撮合我俩了。跟我奶唠叨了好几天，他也知道这种事情我不同意怎么也没用，最后终于放弃了李瑞这个孙女婿。本以为这事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，但李瑞却是3天2头的出现在我家门外。他说他自己原本都做好娶我的准备了，结果到手的媳妇飞了，让我再陪他一个，否则我就自己跟他结婚。我猜他是看上了我那个老顾客的脸，就来我这里耍无赖。我当然不可能去做损人不利己的事，在他的骚扰下，最终选择了报警。李瑞被关进去教育了几天，出来后不知从哪借了个电话让我等着，他非要给我好看。我提心吊胆地提防了几天，拍摄都只接白天的活，趁着人多的时候回家，根本不敢走夜路。也给大表姐打过电话，让她劝劝李瑞，但电话一直都是忙线，估计是把我拉黑了。这都是些什么糟心亲戚，也就我奶奶把他们当成宝，什么时候被人家骗了，还高兴地帮人家数钱呢？我又给2个老人打了电话，提醒他们以后少跟我表姐他们来往，毫不意外得了一顿骂，因为怕他们跟着我操心。我并没有说李瑞威胁我的事，好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们也不敢当街打人。渐渐的，我也没那么警惕了，日子又回到了正轨。因为之前顾客也帮着宣传了几下，最近找我约拍的单子就多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李瑞的报复来了，他带人蹲点在我家门口，偷偷跟着我去和单主会合。他没有对我怎么样，反而一个劲儿的言语骚扰辱骂我的顾客。他没有动手，估计也是怕再被抓进去，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个恶心人的办法。我的生意被他搅黄了好几单，我个人也在圈子里被挂了好几次。虽然大家知道这事也不能完全怪我，但谁也不想有一个不好的拍照体验。我不得已在家休息了几天，然后我奶就坐着火车找上门了。我还以为你天天安分的上班呢，结果居然在外面跟人家瞎混。你一个女生要不要脸呢？就这还嫌弃小李，活该你嫁不出去。他闯进我的工作室，把我的相机电脑统统砸了，然后拽着我的手腕，拉着我就要带我回村。我不愿意，推搡之间，奶奶自己左脚绊右脚，跌倒在地上，脸刷一下就白了，半个身子都动不了了，躺在那儿哎呦哎呦喊疼，还让我赶紧把她扶起来。我脸色也白了，什么也顾不上了，赶紧拨打急救电话。你别动，小心2次创伤。
我打120等医生过来处理。白眼狼，没良心的狗东西，把我推倒就不管了，你真是歹毒！克死你爸妈不算，非要把全家人都弄死了才甘心。我的眼泪哗啦哗啦的掉，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伤心。很快救护车就来了，医生们给我奶奶检查了一番，把我奶奶抬上了担架。老年人经不起磕碰，她这一摔，尾椎骨给摔断了。我坐在手术室门口，挨个给亲戚们打了电话，被大家一通又一通骂下来。奶奶还没从里面出来，我又等了一阵，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。奶奶打了麻药还没醒，不过好在没什么大问题，之后好好养养还是能痊愈。我又问了一些注意事项，估摸着奶奶醒来的时间，去楼下买了一份南瓜小米粥。第二天，病房里挤了一堆人，我的2个姑姑围在床头，顺着我奶奶的话一起骂我不懂事。爷爷则是站在床尾，低着头看不出表情。大表姐一家也过来了，时不时地插几句话，说我如何如何不对，顺便惋惜我错过了李瑞是多么一件遗憾的事情。奶奶将这次摔倒骨折的意外全赖到了我身上，说自己是被我推倒在地上的。无论我怎么解释，都没有人信我。病房里还有其他人在，看我的眼神都很惊诧，想不到我长得挺老实，但心却这么坏。到了晚上，2个姑姑都回了旅馆休息，大表姐一家也回他们自己家去了。医院陪护的只剩下我和爷爷，但病房里只有一张折叠床，我不能跟爷爷抢。我奶也尖着嗓子让我滚到走廊里睡。我靠在冰凉的椅背上，悄悄抹着眼泪，连转了1天1夜，却根本没有睡意。本来毕业后我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，生活已经有了新的盼头。爷爷奶奶虽然隔3差5打电话给我介绍相亲对象，催我结婚生子，但山高皇帝远，我敷衍也就过去了。但是自从大表姐插手把李瑞介绍过来，我的生活就又变得一团糟。李瑞就是个无赖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，但是直到现在，他们还站在对方那边，觉得是我不知好歹。而奶奶这次摔倒醒来后，看我更加不顺眼，虽然骨头还能养好，但却是记恨上我了。她来得突然，我房子里的东西被砸了个稀巴烂，自己心里的怨气还没发泄出来，现在就已经变成了大家眼里的恶毒孙女。我想了一下，我工作的事只有李瑞知道，那么多半就是他告诉我奶的。可能当时还说了一些别的话，抹黑我现在的工作，才刺激的奶奶不远万里从村子里跑到我家。嗨！我推开门走进病房，白眼狼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倒杯水！奶奶虽然压低了声音，但语气里的不爽依旧很浓。爷爷窝在折叠床里没有出声，估计是睡着了。我倒了一杯水给奶奶递过去，她喝都没喝，就举起杯子全都泼在了我脸上。缺心眼的，大晚上让我喝冷水，那水其实不凉，是她以前在家里最爱喝的温温水。但我什么也没说，抬起袖子擦了擦脸，拿着杯子去外面走廊上的饮水机接热水，又兑了少量冷水，不至于喝的时候太烫。喝完了水，奶奶又瞪了我一眼，还杵在这里干啥？没把我摔死，还想打我不成？你给我滚出去！看见你我就浑身都疼。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，奶奶嫌太憋闷了，想回村去养病。问了医生，也说没问题，平时找个人照看点，等到时间了准时回来复查就行。我就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。又给2个姑姑依次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奶奶回村后得有个人照看，爷爷年纪大了，不适合照顾奶奶。大姑，
我还得给嘉瑞做饭，送他上下学呢，抽不开身。你找你二姑去。二姑，我不去，是你把你奶推倒的，就应该你照顾，凭什么让我为你的过错负责？挂了电话，我隔着窗户往病房里看，奶奶坐在轮椅上，正指挥着爷爷收拾东西。她的女儿们都不乐意过来伺候，就算再怎么不情愿，接下来她也得天天看着我这张令她生烦的脸。因着两个姑姑没一个答应，我奶的心情就更差了。我做的饭，她也各种挑三拣四，还动不动就摔盆打碗，整个人很快就瘦了一圈。然后街坊邻友来串门，她就跟每一个人讲我怎么虐待她，说自己有多后悔当初发了善心将我捡回来，还不如把我扔到孤儿院里呢。她越说越过分，甚至开始编造一些莫须有的事情，说得头头是道，有板有眼的。有时候客人都走了，他还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地编排我，但大家并不信他说的话，觉得我奶奶可能是摔一跤把脑子给摔糊涂了，多少有些神志不清。我也觉得不正常，又带着奶奶去了当地的医院检查，一查不得了，她脑子里多出了一个瘤子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爷爷直接绝了过去，也生了一场大病。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给两个姑姑打了电话，他们本来不想过来，我没忍住骂了他们。第二天，两人才板着脸进了医院。奶奶那种情况还有救，但是治疗需要花不少钱。这些年我攒了点，但是远远不够，就跟姑姑们商量医药费的事情。我可没钱，你知道现在供养一个小孩上学每年需要花多少钱吗？我们家现在还欠着别人钱没还哩。大姑皱着眉头，把头扭向一边，二姑也摇头，说自己生活也比较困难，拿不出那么多钱。而且你奶这个年龄了，治好了又怎么样呢？不过是多活个2-3年，而且治疗的过程是很痛苦的，她不一定能熬过去。与其为了这2-3年让一大家子人倾家荡产，跟着她吃苦受罪，不如把她接回家，好吃好喝供着，让她走得快乐些。我生气地站起身，冲他们吼：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奶奶对你们多好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她现在明明能活，为什么要让她去死？两个姑姑齐齐变了脸色，大姑更是指着我骂：要不是你把你奶推倒，她现在能这样吗？你奶就是真死了，那也是你害的。就是，二姑也附和着点头。骂完我，他们2个就溜了，之后再也没来过医院。爷爷病情好转后，知道了2个姑姑的事，这是我奶摔倒后，他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。他劝我别管我奶了，咱家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医院不会给你奶治病的，你的钱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我明天就带你奶出院，咱们回家吧。我退掉了城里的房子，回到老家照顾2个老人。奶奶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回家断了治疗后，病情恶化得更快，因为神经被压迫，她说胡话是越来越严重了，而且变得有些不知饥饱，刚吃过饭就嚷嚷着饿了。熬了大半年，又是1年出血，奶奶终于解脱了。因为没钱，姑姑也不管，所以奶奶的丧事办得很简单。出殡那天晚上，爷爷找到我，让我早点出去工作，不要在村子里消磨光阴了。他跟我说了很多话，跟我讲了很多我爸的事情，说他和奶奶其实一开始确实不喜欢我，他们俩一直觉得我爸妈是被我害死的，要不是为了赶路回家给我过生日，他们也不会出车祸。但我又是他们儿子唯一的孩子，当着完全不管也做不到，所以对我的态度一直都很别扭。他们想着我要是读书出息了，他们也能对我爸妈无愧了，所以从小到大盯我的学习特别严厉。
老两口自己没什么文化，对教育也不懂，觉得勤奋刻苦就一定能学好，因此一个劲儿地让我做题背书写作业，管着我不让我玩。后来我考上了不错的大学，他们觉得学习这块应该也就差不多了，就开始给我操揽工作，各种托关系给我找了个小单位的会计。当时我自己已经通过了一家大公司的面试，但工作是他们不熟悉的运营，他们俩觉得不靠谱，逼我辞掉了我找的工作，硬生生把我塞进了小作坊。以前我也怨过，但后来稳定下来了，也就释怀了。毕竟我也没什么亲人了，爷爷奶奶虽然很多观念不怎么和我合得来，但到底是我唯二的家人。他们年纪也大了，好不容易把我拉扯大，有些事就得过且过吧。所以他们安排的相亲对象我也都见了。虽然我暂时不想谈恋爱，但每次相亲我都没敷衍。直到遇上李瑞这个无赖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真的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类型。我想跟他好聚好散，但是他不肯。后面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是我从来没想过的。你是个有主见的好孩子，是我和你奶一开始对你有偏见，以后你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吧。过年的时候回来看看我就行了。爷爷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悠悠叹了口气。我的2个姑姑再也没回过村，爷爷被他们的行为伤透了心，也就当再没这2个闺女了。后来大表姐夫出了事，好像是因为挪用公款进去了，大表姐立马就又找了一个男人，听说举报人就是那个李瑞，他也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，而是个不着调的混子。之前在我大表姐夫公司里看监控，结果撞见了我大表姐夫干坏事，威胁我大表姐夫给他转钱。我大表姐夫受不了他的无赖行径，打听到他想找个媳妇，就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。现在恶有恶报，李瑞也被我大表姐夫狗咬狗进去了。我知道这些后，心里其实没多大感觉，不过我爷爷倒是挺唏嘘，嘱咐我以后找对象一定要多打听打听，把眼睛擦亮些。亲戚尚且不安好心，外人就更不可靠了。我点头称是。砰！空旷的夜空中炸开一朵红色烟花，爆响过后是更多的炮鸣声。新年到了，咱也去外面响个炮。爷爷捏着打火机往院子里走，我跟在他身后，看他佝偻着点燃引线，一束光从地上冲到天上，院子里的篝火照得他的脸红彤彤的。爷爷，新年快乐！好好好，新年快乐！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